哎，老王，那个能够着吗？这我肯定没问题啊。嘿嘿，你不见得，太小意思了吧？看我的啊！走，够着没有？你那弹跳还差这么一大截呢！你我来。来。对呀，没够着。他这个是不是有风往上拖了一下啊？那个蒋总，你过来试试能不能摸到这片。就这最高这片。哪个呀？哪个呀？不是这片儿，我这个。哎呀，你们俩别在那儿自取其辱了。不是，还没做热身呢，我们。你俩倒是热呀！主要是他个儿太高了。真能吹哎！真热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嘿，我是不信。这干啥去？刘医生，真好，谢谢啊。刘医生，好什么呀？不用谢，我有。就是觉得有你们这几个朋友真好，每天一起跑步，一起犯傻，每天都开开心心。就是啥？就是有点难过。大姐你演戏呢？矫情什么呢？我就矫情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希望我们能一直这么好好的走下去。行，差不多得了，我再说我吐了，真恶心。哎，你们俩那个显眼包别在那儿现眼了，赶紧过来吧。跑步又不是练跳高呢。我们这个什么，说正事儿啊。咱们市马上要举办马拉松比赛了。你要不歇会儿喘口气儿去？那不用。旅院呢，知道咱们最近这个训练开展的不错，就给咱们已经报名了，时间是下个星期六。哎，这么累？想问领导，就咱这水平，咱能跑下来吗？差不多吧。行，这差不多啊，再突击一下，这可是咱们俱乐部啊第一次亮相，不说一鸣惊人吧，至少得有名次，是吧？没问题，我觉得肯定能一鸣惊人。啊，刘子毅，哎呦，咱们俱乐部的专职摄影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事没事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就我们这个精英啊，找台八字不拍都行。还跳呢？行，咱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给我们捏2张啊！就是那个杂志上面那运动员，就那种。啊，没问题，来，上跑道。要不跳树叶来一个？阳光好，刚才跳过嘛。没问题，逗你玩呢，刚才。来，大家面朝着我啊，面朝着我，然后背对着后面的操场。啊，来，别，你站刘大夫旁边。蒋总，过来，站小顾旁边，你们挨着。啊。哎呦，这不好意思啊，这一下又 C 位了啊。来，这样啊，大家先摆一个造型，先摆一个 pose， 摆一个 pose。要不我们还是换一个稍微运动一点的造型。好啊，换一个稍微运动一点。运动一点。行啊，那就跑起来。哎，我喊3、2、1，大家一起动一下。来啊，3、2、1。行不行啊？啊，可以了。啊，可以了。来看。哎，这可以，这个可以啊。对，没问题。我待会儿咱们加个微信，你修完了之后发给我。没问题啊。哦。这大晴天的怎么还下雨了呢？太阳雨吧，咱还跑吗？那跑什么呀？散了吧。哎，对，精力留着比赛时候用，别感冒了。走吧。啊，你别介，好不容易凑一块儿了，干嘛呀？下雨。那什么，最近新上了一个电影，要不我们大家一块儿去看？一起啊？好吧。哎，你倒是说，这里哪个是我们要抓的毒贩？这样啊，只要你能帮我找出毒贩，今晚的酒我请了。
你不会是喜欢他吧？嗨，怎么？一言为定。你们要抓的人就是他。你说他是毒贩，有什么证据？他看似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看过《动物世界》吧？他在收客人小费废话。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狮子呀，是一种群居动物。当两头雄狮同时盯上一头雌狮的时候，那没办法，只能打一架。我是临时替我表弟的爸，确实没受过专业训练。获胜的雄狮呢，那请问才能受到雌狮的青睐，而输的那头只能在一旁垂头丧气啊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朋友送我的，我哪知道是这么贵的？叫什么呀？我还注意到，你脚雄竞。要看动物去动物园，这是电影院。这凶手，不好意思了，吃个牛奶。你却轻易地穿在脚上，这好像也不符合你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吧？好，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但是你身上的味道却出卖了你。行，可以，恢复的不错。然后注意饮食啊，保持好心情很重要。半年之后回来复查。好好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，慢走啊。哎呦，秦大夫，三姐，秦大夫，你们这号好难排呀。秦大夫，你还记得我呢？当然记得。哦，您是叫蒋涵。啊，小韩。秦大夫，看你最近好忙，很久没来店里了。对我们这个工作呢，就是不太规律。你给我那卡呀，我给我妈了，她时间比较多，她在你们店还拍抖音来着。真的？哎，抖音叫什么呀？我给她点个赞什么的。不着急，等会儿再搜吧。那个怎么了？就我这个最近吧，我这睡觉哈，我总是惊醒。你就感觉睡着睡着吧，然后你那身体哈，就是那种就往下这样沉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听听。好，没事，您坐着。三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来江海住的不习惯。哎呀，就我们家人吧，就都比较强势。上次你也看见，就我们家人也很多，这人多吧，意见也多。那他们吧，就是对我这个，就我这个个人问题，就生活方面，反正就是不太支持。你说这人吧，他是有感情的，是吧？你就算是你说你养个小动物，小猫小狗，那你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他也是有感情。你说你把他们突然这么一分开，你说要让我们跟没事人一样，这。你明白我说那种感受吗？情感问题，有点戒断反应。什么意思啊？一段亲密关系结束的时候啊，体内的多巴胺机制会被破坏，浓度急速的降低。当人内心的快乐浪潮突然退去的时候，是会有点戒断反应。所以你可能觉得不舒服，很正常，没事儿。不太正常吧？我真的现在觉得我自己得了抑郁症。不至于。你现在自救意识很强，啊，而且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，多交朋友，然后呢，多倾诉倾诉，就很快就好了。秦大夫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刚才说完那番话之后啊，我就觉得我心里边好像就是好了很多。就是我平时吧，你说我这人生地不熟，我只认识蒋玉，就认识我弟。我给他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这人都找不着。你说我每天，哎呀，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。医生这个工作确实是这样，家人就多理解吧。喝水吧。谢谢。还有什么症状？其他就没啥症状了吧？那行，没事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哦，还有，就是。我有时候半夜2、3点的时候啊，我就睡觉吧，我就是感觉我这心脏它突。谁2、3点不睡觉啊？那儿都突，就早睡觉，多休息，适当运动。有些问题呢，时间能抚平一切。
不太行。我现在觉得吧，我不光是这个灵魂出现了问题，就你感觉这个肉体，它也受到了牵连。秦大夫，就要不然就是看给我开点药呢？药不能瞎开啊！你这个症状可能会有一点早搏的问题，要不咱们做个检查，我给你开个心电图，开个彩超，然后你把结果拿来我看一下，要没事的话就不用来了。医院这个地方少来啊，不来了。哦，对了，秦大夫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就有一个什么检查，带身上带一整天，说那个特靠谱，要不然就给我再开个那个呢？给我开一个吧。你说我这，哎呀，我这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我就想检查彻底一点。行，可以，我也给你开一个。行，那谢谢秦大夫。那咱们要不然就加个微信呢，秦大夫。哦，好。好了啊。好。回头那个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我再带着过来找您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啊，秦大夫。没事儿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我一下，谢谢。怎么样，查的姐？哎，出来了一个心电图，说还有一个什么心脏彩超，但他说上午排满了的，让我下午。啊，那咋办呀？这心电图没什么问题，那你就等下午呗。不是现在才12点呢，你说我回去吧，这来回太折腾。因为我要不回去吧，我就等着2小时。那我带你去食堂吃个饭。好呀。好，走吧。你们医院这流程，我跟你说，真心是有点问题。给我开个什么24小时动态心电图，我明天得带一整天，带完之后我交给他，告我周4才能拿结果，就合着周4一整天我都在这等着呗。结果就是要一段时间的。你那个动态心电图，秦医生给你开的？没有，我让他给我开的。哎，那周4几点出结果呀？那出完结果之后，我还挂不挂号啊？我要临时挂号的话，是不是挂不上秦大夫的号了呀？不用，你就有谁号挂谁号就行了。那能行吗？那之前都让秦大夫看挺好的，看一半换一个医生，那我之前说那话不白说了？你们这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啊？哎，阿姨，你帮我拿个玉米吧。哎，我吃玉米，我最近减肥呢，我瘦点呗。瘦了，刷卡。你们医院这个时间管理机制，它就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人有时间的人还能一整天跟着耗着，没时间的人来了之后，人学生怎么办？等着，上班族等着，不是耗人时间吗？对不对？小蒋，哎，你是蒋玉的姐姐吧？是，三姐，快，坐。咱俩见过好多次呢，对，是吧？这你们急诊医生小顾，对，你好。你好。顾医生，我这儿多打了一碗汤。谢谢。小顾，你是哪里人呀？哦，我是江海本地的。你是本地人啊？本地好。那小顾，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父母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冒昧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这没事儿。哎，三姐今天来看蒋医生啊？没有，我这不之前我心脏不舒服吗？完了之后我就过来检查。我这记你给。谢谢。我们玉玉这人吧，对吃苦这件事特别上瘾，你知道吧？本来我让他去我那儿住，就是不同意，就不去。
非得在你们那小公寓里边挤着。你踩我脚了，我那特别好，320平，5室1厅，我特别大，而且离咱们这医院可近了。我说了，我不去就不去啊。320平，你干嘛不去啊？你都能在里面翻跟斗了吧？听见没？听见没？说我一个人在那儿住，你说多浪费呀！你觉得浪费？你换个小点住呗。我怎么换呀？回头咱妈、你大姐、你二姐来了住哪儿啊？全挤你那小公寓里边挤着呗。那你就回汕头去，你留个店长在这看店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回去他们又得说我这说我那儿，就看我谈恋爱不顺眼。就我之前吧，就是我谈了一个对象，然后你换个就大的吃来。我跟那对象我们俩可好了，凉了，你赶紧去。给了人20万，那就是他没还，我们家人就不行了，就揪这事儿不放了。我跟你说，非得让我找人要回来。你说，咱都是那个女孩，你知道吧？就都有自尊心。你说我找人要回来多奇怪呀！顾医生，家里那个水管修好，不漏了吧？水管坏了，你直接帮我家不就完了吗？人多热闹多好呀！就咱仨一起住，人多也热闹。就是姐，我就不来了吧。回头你们家亲戚过来，我住那儿也不方便。没事，有啥不方？哎呀，这干什么呀？一直踢我，我那白舌头让你踢成黑的了都。干嘛呀？一直踢我。你吃饭你别老说话了，行吗？你老说话你对心脏不好。真的？你时间到了吧？你是不是得去举报告了？没到点儿呢，还早着呢。到了，你去吧。没呢，还早着呢。到了。没有。到了。到了。到了。哦，到了。我到点儿了，我得赶紧去拿报告去。那回头那个，哎呀，快点。那你俩先吃，我先走了啊。走吧。拜拜。你这姐还挺逗的，你咋对人家这么不耐烦呢？你知道当一个弟弟有3个聒噪的姐姐和一个聒噪的妈是什么感觉吗？你知道4代亲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是什么感觉吗？小的时候我那几个姐姐就喜欢折腾我妈也跟着凑热闹。你们这干嘛呢？哟。别动，好看，我拿相机把它拍下来。我们家4代人都住在一起，经营的都是牛丸。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和所有人打招呼。爸，二叔，二舅，玉玉回来了。三叔，好，玉玉。大爷，来，好，酒，来，妈啊，3姑、4姨、4舅妈，回来了。好，快去写作业啊！好好写作业。来，腰肌。你不谈恋爱，你还像个人。以前他们一起折腾我，长大后他们就开始互相折腾。但我知道，他们都是为了对方好。伴随着他们的争吵呢，我的话也越来越少。那我钱我都给了，那怎么办呀？给都给了，我给你降一个，降水是不是？你这么大了，你还不懂收水去？哥，你别来的，你给我再降点试试。哎，不过我想问啊，你们这个霞姐牛肉丸的霞姐是谁？是你妈吗？不是。那是你奶奶？也不是。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妈妈。您这回去疗养院啊，一定要坚持调养，坚持好好的放化疗，啊！
如果有任何事情，你要直接找我就行了。您这回可不能再累着自己了啊！我看您啊，没恢复几天就开始处理工作了。这手术关之后啊，就是治疗关，关关难过，咱们也得关关过，是吧？刘医生，哎，有件玄乎的事儿啊，之前一直没跟你说。哦，您说。手术那会儿啊，昏睡的时候做了个梦，梦到我到那个地方去了。哪个地方啊？鬼门关。到了鬼门关以后啊，他们居然还让我管事儿啊，给了我一群呢妖魔鬼怪，让我当他们的董事长。心想说这我不能干呐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啊。可是，一群小鬼拽着我不让我走。哎呀，我就想，在哪干不是干呢？啊，我也认命，哎，我也醒了，我就回来了。我就在琢磨呀，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和任务啊？不管我在哪个世界、哪个地方，都得管事儿，都得有责任和担当。这证明您在这边的责任还没履行完，这边更缺了。那肯定啊，你接下来最重要的责任是我和孩子。我就是个操心的命。谢谢你，刘医生。您最应该感谢的是您自己，没松。院长，辛苦您了。哎呀，哪儿的话，你好了，我们都高兴啊。这可是块宝啊！要好好珍惜。那必须的，那是一定的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慢点慢点。不依不饶啊！哎，刘医生，哎，我这个样子，你不打算跟我合张影？合影？为什么呀？以后你有什么需求，你可以拿这张照片来要挟我。你看我现在这个造型，是可以影响股价的。这么值钱呐？那我可得拍一张。哎，秦大夫，来，正好，快帮我拍张合影。哦，黄医生出院了。来笑一个啊！好了。走啦！再见啊！别忘了要挟我。得嘞。再见，走吧，走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拿着黄爸爸的尚方宝剑了，给你们神外建个实验室啊，还是说换套房啊？有什么好处想着我点儿。尚方宝剑呢？我顶多也就算个空头支票，人家就那么顺嘴一说，你当真了你？那他怎么不跟旅院说？怎么不直接给医院建个基金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这还不知道？因为你欣赏你、器重你，专门在旅院面前力挺你，不得了，你这要站起来了。你嫉妒啊？我可没有啊，我可不像你，咱可从来没跪下过。住口！大姐，哎，你赶紧把这湿衣服换下来吧。不用，没事。哎，我都给你拿来了，赶紧换下来吧，湿着不行。哎呦，哦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再把你衣服给弄脏了。没事儿，来啊。
大姐啊，哎呀，其实这几天我一直想找你聊聊，老也看不见你。是这样，我想问问，就是咱们费用这块儿，工地那边帮你交了吗？他们肯定是不想出，算了，不管咋样，他们不肯交，我自己交。你看现在是这样啊，你丈夫杨国伟之前不是在那个县城做过那个颅内引流的手术吗？但是没流干净。从之前的脑 CT 上看，还是有高密度痈，我担心之后会有迟发性的硬膜下血肿，所以我建议还是再拍一个 CT， 然后咱们根据实际的情况再来制定这个治疗的策略，还有手术方案。刘医生啊，那如果我们不做手术，按照之前那样保守治疗呢？保守治疗我们也是可以的，这个主要取决于你们家属的决定和意愿。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，哪怕你现在不做，之后也还是得做。那做，那这个手术我们做。因为工地的这个保险额度已经没有了，你要是决定做的话，后续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没事儿，您不用管了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送外卖，我一天能跑60单呢。这雨天跑的人少，我还能多跑几单。哎，我给你看看哈，我今天跑了40单，我再跑10单就能赚300块了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欠医院钱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那儿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心好命也好，富贵直到老。我跟国伟一辈子勤勤恳恳，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，没啥坏心眼儿。我们的命一定好的，一定的。这个我相信。你有新的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你看，又有订单来了。那个，我去送外卖了啊。行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衣服啊，刘医生。慢点啊。哎。喂，媳妇儿，怎么了？这雨挺大的。王大夫，你几点下班？我正往家走呢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行，你下班赶紧回家，有事跟你聊聊。什么事啊？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下班赶紧回家吧。啊，好嘞啊。你说你是干嘛吃的啊？追不回来也得追呀。不是说家属有支付能力吗？是这样，但是现在人不都找不到了吗？而且患者连夜偷偷溜出医院了。邢主任，刘医生，你先稍等啊，我这处理个事儿。咱们江海第一医院全年8万多病人，出院时候有100多欠费的，55个临床科室。几乎每个科室都有欠费的情况。哎，有的欠费，去年到今年都没收回来。我看照这么下去，今年还得突破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那这不是科室解决不了，所以才到了咱们这儿吗？解决不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解决不了也得给我解决，追不回来的科室负责，实在不行按人头扣钱。主任，您先别急，那不然我让科室去想想办法，再追一追。快核算一下。好。来，刘医生，还是你们当医生有人缘，救死扶伤。你看我这儿，整天净给人家解决麻烦事儿，帮各科室擦屁股。哎，真不容易。哎，你坐。哎，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您这真是太辛苦了。哎呀，没办法。在这个位置上啊，就得为大家做好服务。哎，听说黄天明那个手术做得很成功啊，真可谓是苟富贵勿相忘。您可别这么说，对我来说救谁都一样，救好谁都是值得庆祝的事儿。刘大夫果然医者仁心。您可比我人心多了，您每天要管这么多琐碎的事儿，还得操心这个欠费欠款的事儿。哎呀，我这是没办法。有的患者确实是有实际情况，你像昨天呢，有一起交通事故，
送进来一个外卖小哥，双方当事人就因为这个红绿灯的事儿，哎呀，互相扯皮呀，谁也不愿意交这个大额的手术费，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个患者就在医院躺着啊，这先救人吧，这医院只能是先垫付，你说这必须得承担。是，这也没办法啊，有时候这该帮也得帮，该救也得救，是吧？遇见这个讲信用的倒好说，可有一部分人呢也要不回来，医院现在负担很重。行了，咱不说这些了。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爸爸，你回来啦！啊，暖暖啊，妈妈今天不高兴。又是嘛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暖暖怎么找妈妈不高兴了？不是我，是你。是我。王高升，哎，进来。啊，是，行，你先玩去吧啊。啊，这来了。门口那水果你看见了吗？啊，是在门口呢。你弟买的。哦，这小子呀，最近这个水果店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，我给他起点。你等会儿。嗯。你看这通话记录。你弟今天给我打了20分钟电话。哦，这么长时间，你们俩能聊什么呢？是啊，我没说，都是他说的。20分钟全是感谢的话，但全程也不提具体谢什么，反正就是一顿感谢，都给我谢懵了。那就是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呀。咱们之前不是借过他钱吗？那都半年前了，现在来感谢来了，反射弧也太长了。再说，就你弟那个抠劲儿，能给咱买这么贵的水果，再加上这长达20分钟的感谢，你说他到底谢什么呢？我觉得啊，应该是我们家的每一个人啊，都对你抱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你是不是借他钱了？谁呀？你这回又借多少？啊，你别给我整那出，我跟你玩呢。10万。10万。王高升，你每个月工资、奖金七七八八加一块儿，都上交了，你哪来的钱呀？说话。小鹅蛋。不是媳妇儿，不是你啊，你先别激动啊，这事儿我肯定能搞定，你不用跟着这担心。你没钱。
那爸给你洗去啊。你看。丁浩，丁浩，丁浩，丁浩。喂，姑姑，我在 B1呢，丁浩一氧化碳中毒了，你赶紧下来。老刘，已经没事了，太阳血红蛋白在18%，属于轻度一氧化碳中毒。刚已经给他做了个阿氧层治疗了，休息一会儿，估计一会儿就行。他也就是幸运停我车边上了，这要是没被发现，估计现在连命都没了。是啊，怎么这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呢？这小伙儿看着挺精神，是不是脑子缺根筋呢？估计这一氧中毒之后，脑子更不好使了。刘大夫，我可都听见了啊！醒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被你发现了。还有心情开玩笑呢？你不知道停车的时候开空调不开窗户会中毒吗？我这是想等你下班请你吃个饭。少跟我扯淡啊！你那住院的朋友呢？出院了。出院了你不走，你干嘛呢？我这不是来接他吗？结果这小子背信弃义，出院了没告诉我。他没告诉你，你倒是走啊！你在车里干嘛？等什么呢？等我有缘人来救我呗。看你脑袋真是缺根筋儿。
拜托刘大夫，我可是很真诚的。行了，顾医生说你没什么事儿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，我先撤了。谢了。姑姑，你们那个理疗套餐的出勤率高吗？可高了，都排满了。你跟康复科的人熟，帮我打个招呼。你们科室不是有吗？我们科室也排满了。那你给谁用啊？我有个患者长期卧床，肌肉萎缩，还有褥疮，我想借过来给他用用，缓解缓解。行，那你要用几天？1个星期吧。那我明天开个单子，看看时间能不能。单子别开，不开单子。你们那个理疗套餐的出勤率高吗？可高了，都排满了。你跟康复科的人熟，帮我打个招呼。你们科室不是有吗？我们科室也排满了。那你给谁用啊？我有个患者长期卧床，肌肉萎缩，还有褥疮，我想借过来给他用用，缓解缓解。行，那你要用几天？1个星期吧。那我明天开个单子，看看时间能不能。单子别开，不开单子。我这个患者吧，家庭困难。今天我找熊主任，我说让他先手术，之后再把费用补交上，这都把我怼回来了。刘医生啊，你不是普通的年轻医生，你是副高了，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？这个病人情况不够紧急，医院只能给他垫付保守治疗的费用。就这个啊，我看以后收不回来了。这东西你要蹭也不是不行，我和康复科那小王老铁了。那就靠你了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好，小王怎么不在啊？他今天调休了。这个给你。哎，怎么说？多长时间？15分钟。15分钟不够啊，你再帮我多争取15分钟，凑个整。不行，后面的病人都是预约好的，人家可是付了钱呢。我想想办法。那只能想办法拖住后面那个病人了。就一个理疗仪，需要这么费劲吗？正常情况得提前1周预约，就是这么抢手。这事儿全靠你了啊！别白中毒，干点有意义的事儿，好吧？那你们得整快点啊，万一我拖不住呢？老师，咱们这么大医院，这要被发现了，岂不得被笑死？咱在那弄这个？闭嘴吧你！我想自己丢不丢人？这褥疮这么严重，再发展下去形成血栓了怎么办？哎呀，现在就希望丁浩能给点力啊！护士，什么时候轮到我呀？马上了。姐，会打双排吗？再来一局。没看我不舒服吗？护士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我要投诉你们了啊！这事儿呢，主要是我的责任，跟顾医生没关系。没了我，你能干成这事儿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，你们都是圣母心，就我一个坏人，好不好？杨国伟这个病人，不是还没到那种不手术就有生命危险的情况吗？是，现在吧，人家家属治疗很积极，也反复跟我保证了，之后呢会尽快筹钱把这个费用交上。我是个人觉得这个治疗对他的恢复有好处嘛，我这有用你用啊，你开单子，这规章制度在这儿摆着呢，是不是？您不是不让欠费吗？这不让欠费，那你就蹭着用啊？我也不算蹭吧，这合理时间内有效利用。不，你这不是蹭是什么呀？你这么做不合适啊，这个钱你得补上。再说不欠费，我是为你们着想。你说你给他开那么多个治疗啊，最后交不上钱了，那不最后这还得落到你们科室头上？别，您落我头上就行，别落我科室头上。哦，也算我一个。这就算你一个，还落你头上，那其他医生会怎么看呢？啊？我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，其实对你们这种人道主义关怀我很理解。咱把话说回来，得互相理解。
咱每个人的工作范畴不同，咱这样啊，今后不管你怎么治，就算交不上费的紧急情况，你该治疗还治疗，你开单子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你说是就这么点小事儿，那您把之后单再给我开了开。那得走流程，不是怕麻烦您吗？哎，这不是麻烦不麻烦，医院不是我个人家开的啊，等一下，喂，好，我下去，你等一下啊，听好了啊，该写检讨写检讨，该反省反省，不能有下次。你家丁浩怎么关键时刻掉脸？谁家丁浩？啥也不是。他说他对不熟的姐姐不好意思撒娇。喂，老张。老王，好久没联系了，你最近好吗？这当上大主任了，都把我给忘了吧？没有，这不是跟你联系了吗？联系的正是时候。我有一个患者前2天去做肠镜，发现结肠息肉，已经送活检了，过2天出结果。这要是恶性的话呢，病人家属就想托我找一个像您这样的好医生。你也知道，这个小地方呢，私立医院条件都比较好，家属就不愿意转院。但是呢，希望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这活儿能接吗？你说，行，那这个活就先这么说了，过2天有什么情况我再联系你啊。行啊，对了，我正好在江海呢。哎，王大夫。哎，裴阿姨。好，我有事儿想找您聊聊。那去我办公室吧。就这边。哎，好。阿姨，您喝点水。好，谢谢。裴阿姨，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。哎呀，王大夫，我们觉得呀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那个，当初这都是我儿子的意思。他问都没问我们2个老人，就去找郑大夫去了。我们俩根本就不知道。还有之前那个红包的事儿，我们听说那事儿也让王大夫你为难了。没事，阿姨。真的不好意思。我就是个小主治，一切尊重患者的意思。之前红包那个，它是个误会啊，不提了啊。不提了。王大夫，我今天来找您呢，是我和我们家老伴儿，是真心的觉得你好。你看，从急诊室进来，到后面的检查治疗，都是你给我们家老伴儿看的。我们2个老人，从心里感觉还是更相信你。我跟我儿子也说了。主治什么副主任那都是名号。论医术，我们觉得王大夫你还是让我们放心。那个郑大夫，跟他说话，我感觉总是有一点的距离感，有些话
都不敢多问。我看到他，我都有点害怕。我们家老伴儿跟他感觉也是有点不太对付，所以啊，王大夫，我定了，我来做这个主。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们家老伴儿做这个手术。你看看你的时间能不能安排得开？郑大夫那儿我们已经跟他说了，不用他了。行。所以啊，医生还是要和患者建立信任关系啊，给予他们安全感，这很重要。作为医生啊，职级的确是一个衡量自身水准的这个名号吧，但不是唯一标准啊。光有职级有什么用啊？让患者呀有安全感，得到家属的肯定，那才是最温暖、最治愈的瞬间呐。老师说的特别对。哎呀，说实话，咱们医院最不缺的就是患者。这好医生呢，也是有衡量标准的，真正为患者解决问题，手术做得漂亮，那才叫牛。你说这个安全感有什么用啊？安全感能看病吗？啊，安全感能让你晋升吗？照你们那么说，那以后患者夸人，夸的不是哎呀，他是一个能把我病治好的医生，夸的是哎呀，他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医生。哎，老师，我认为这种安全感吧是基础，能让患者感到安心。手术呢是第二步，我相信老师这台手术肯定没问题。别捧啊，别捧，我肯定是全力以赴啊，为了裴叔叔，我是全力以赴啊。格局，王大夫，格局。有些话呢，我就不方便多说了啊。有时间多提升提升自己的格局，别没事总在自己的1亩3分地儿穷开心。穷开心你听过吗？花儿乐队的，告诉你。郑医生，有个病人家属找您。是找郑副主任吧？啊，是。那是找我。王大夫。格局。装，成天就知道装。一杯卡布奇诺。这杯草码。好了啊。上班时间干嘛呢？呀，这来的正好，快帮我看一下。尊敬的黄老板，想开了，准备换房。也不是，你看完呢。尊敬的黄老板，你听着跟暴发户似的。那怎么办？黄爸爸？黄总啊，黄先生啊，这不都行吗？行，黄总。我给你改一下啊。你看完再改，不着急。行。尊敬的黄总，我有一位患者叫杨国伟，他因在工地受伤，工地不肯负责，现在面临巨额医疗费用无法支付，但他情况危急，所以我想，黄总，您是否可以支持我科室做一个基金，专门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？行不行？文字吧，它没有语气，看上去有点硬。那我加点表情包。加表情包好像不太严肃了。那我就加点啊呀嘿嘿什么的这种语气词呢？我意思啊，你直接打电话，大大方方的。咱们做好人好事呢，不是写检讨呢。不是，人现在化疗呢，我是打电话拨事。哦，那就先这么发吧。我是不是得先跟他寒暄寒暄？发完了。哎，家里发了，赶紧撤回，我得先问他现在恢复的咋样？哎呦，怎么办？打过来了。
你接呀，大大方方的。接呀。啊。哎，哎呀，黄总，关键时候也怂。您的咖啡好了。哎。喂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取到餐，马上给你送过来啊。您好，童女士。啊，我是黄天明定向基金的管理人。我们接到了江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通知，您的爱人杨国伟先生在医院需要资金帮助。我们知道情况比较紧急，已经跟院方沟通过了，您爱人的全部治疗费用由我们承担。啊？我这边需要您提供一些证明材料，填一个申请表格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事儿我都不知道，能不能问一下，这谁帮我弄的？您爱人的主治医生刘子毅。这就是杀鸡用牛刀。黄天明之前跟我聊过，他有意的支持我们建立实验室。我们医院今年的科研学术项目拿分很高啊，我们也在计划成立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和独立的科研院区。你们可倒好，弄了一个什么小基金，就是为了那个叫什么叫什么？杨国伟。对，杨国伟。熊哥，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这个患者我们医院为什么没走绿色通道给他垫付治疗呢？是，那什么，他是挂急诊来的，已经按照这个紧急状况呢，在他没有交住院押金的情况下收治了。入院后评估下来吧，也不是急症吧，所以问题很大。谁评估的？怎么评估的？主治医生在这儿呢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哪来的一个什么基金呢？神外科申请定向资助基金，我不反对。科室的大夫们有格局，那领导层更应该有格局啊。但是同志们，我们的思维方式要打开，眼光要放远一些。所有的医院运营都要靠科研和学术成果。我们要造福的不是一个患者，而是千千万万个患者呀。是，院长您教训的对啊，这个搞实验室肯定是好的，格局大，格局高啊，是能更好的救更多人的命。可眼前这个人吧，他只要治疗不及时，他这个人命就没了。我承认是我格局小，我没站在院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吧，不管是您说的这个小基金，还是这个大实验室，它都是一样的，那个使命感都是一样的。行吧，但是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，必须先打报告。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飘了，这就是飘了。刘医生，刘医生，上次借你的衣服都洗干净了。哎呀，不用洗啊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小事。那个什么基金联系我了，谢谢你，刘医生。不用谢我，在我们医院里呢，有人放弃，也有人不离不弃。虽然有些时候吧，我们也无能为力，但还是希望能通过我们和家属的共同努力，让手术变得顺顺利利。刘医生，你讲的真好。一不小心押了个韵。这个谢谢你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收礼，这是规定。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果子，可甜了。行，那我尝一个啊。
你尝尝。哎呦，甜，甜吧？这你们家自己种的？啊，3年前我跟国委承包了几亩地，全都种上了果树。按道理来说，应该明年才出第一批果，结果今年就结了些，还特别甜。我就赶紧跑来城里跟国委商量，让他把工地上的活给辞了，我们好一起回家打理那几亩地嘛。结果他说要干完这个月，跟老板也好有个交代。没成想，就发生这些事儿。你不知道，这果儿刚挂树的时候，又酸又苦的。但只要经过几个月的风吹雨打日晒的，现在不也是这么甜吗？我就寻思着，我们家日子也是这样。经过这些事儿，只要人还在，那以后也能很甜。所以，不管多苦多累，我都要把它治好，我都得把它带回家。大姐，杨国伟现在的情况还算稳定，然后我们医院呢也制定好了他的手术计划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下周就能手术，下个月你就能把他带回家。真的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忙你忙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别！你去通知家属。老杨，没事的。啊，老杨，我穿好衣服回家啊，穿好衣服回家。你不要吓我，老杨，老杨。
怎么了？无菌单又没铺好。哦，你知道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无菌单把伤口隔出来吗？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无菌单不仅可以隔开细菌，还可以隔开医生跟患者之间除了创口和病痛之外的所有链接，我们能够更加专注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圣母，同情心泛滥？人非圣贤，哭不好才是正常的。我之前有段时间看一些哲学、禅学方面的书，修身养性，做情感隔离的练习，尽量做到不喜不悲，感觉还挺好。后来我一琢磨，人就是有七情六欲，就是有喜怒哀乐，你给他都隔离了，还做什么人呢？医生也是人，有悲悯之心是正常的。什么话都让你说了，那你也说说，哪个患者什么情况，说出来能好受点。就是黄爸爸资助的那个患者，杨国伟。本来下周就能准备手术的，今天人突然就没了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问吧。你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要帮他们？你还记得那天咱俩去那个送黄天明的时候吗？有一个送外卖的女的，在黄天明的车前面摔倒了，那个就是杨国伟的老婆。大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来来，哎，我自己滑了一跤啊！哎呀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！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没事，黄总，你先走吧，有事打你电话。哎，都说这个苦难能让人变得更坚强，我真觉得，大部分时候苦难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没错。今天晚上有饭局吗？有饭局，黑不了你了。你好，菜上齐了。这老秦怎么还不来呀？是啊，这说好7点的，他摆谱啊。咱俩3年没见了，得4年了呀。上回还是那谁他们家孩子过100天嘛，不是？哎呀，你这人呢就是太正直了。哎，对，生父高了吧？人家都说了，这个名字啊能够起到人生15%的作用。你这名字真好。那个，上次你说的那个患者那个。哦，对。啊，活检报告出来啊，恶性的。哟。我呢也把你的情况跟患者家属都说过了，他们对你特别满意。怎么样？不难吧？特别好吃。难倒是不难啊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你定个时间，我陪你飞一趟。我再想想。你想什么呀？不是，你想来想去，那患者可等不了啊。找我介绍活的人那多了去了，你现在医生拿死工资，还没有剪头发的托尼老师赚得多呢。关键是啊，我还不是副主任呢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咱们技术过硬啊！你不说我不说，那患者家属就没人知道。都到了。啊，老秦你怎么才来啊？不7点半吗？没迟到啊？不是。啊，对，就正好，没关系。江海著名医生来了就行了，快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这么多人呢？就我们仨。就咱仨。 啊，这么多人呢？ 就咱仨。 啊，这么多人呢？ 就咱仨。 啊，
聊什么呢？不是，找你做手术？不是，就正好就老张有个朋友那是身子不舒服，让我帮着看看。对，老问我手机。哦，对。哎，老秦，什么时候咱俩合作呀？我这儿活可多了。那服务员上菜，不菜不都上齐了吗？吃吧啊！老王，这么多年，我们一定要合作啊！是，我信任你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等我电话。等电话。服务员买单。不是，这到江海了，肯定我们来啊！那上我那儿，我请客啊！没问题啊！好嘞，阿军，我们也要合作啊！合作没啊？不行，电话啊！哎呦，这啊！快走啊！来，再见啊！谁跟他合作呀？真是。老张是不是找你做飞刀啊？谁没有？这不是都是朋友吗？正好来江海了，就说拒绝，情感上边延续。最好是拒绝。我提醒你啊，你没有注册多点执业资格。到他那儿做手术就是飞刀，万一出什么事儿呢？轻则罚款，重则吊销医师资格证，这辈子就当不了医生了。买单。好。要是出了什么医疗事故呢？人就进去了，人财两空。没有我这老婆孩子的，有这心也没这胆儿啊。1380。啊，我付。我来。我扫您。给打个折。啊。你一个年轻人，这里没写爱心专座，你就不让座啊？是啊，年轻人应该给老人让座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了吗？你懂不懂尊老爱幼啊？下一站即将到站，请要下车的乘客从后门下车。这太不像话了！哎呦！哎，你干嘛干嘛？你找我啊！姑娘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姑娘，姑娘。师傅，车边停，往江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开。好。这怎么了？这是突然之间晕倒了。哎，麻烦大家把那窗户打开，通通风。麻烦了，姑娘。
医生来了，医生来了！哎呀，快点，医生，快点的！患者什么情况？他心脏骤停了，我给做了心肺复苏。我来，来上担架。小伙子真棒，多亏了你啊！握紧我的手，用力，握紧。通知神外、心外紧急会诊。好，医生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你给他做的心肺复苏。可以啊，黄金救援4分钟，你现在是他的救命恩人了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这里就交给我们。哎，麻烦了，医生。嗯。哦，医生啊，这是这姑娘这。哦，你放那儿吧。啊，哎。什么情况半小时前室外突发昏厥，怀疑是心脏病变，也有脑出血的可能。心率快，心律不齐，血压低。瞳孔对光反射正常，虽然是心脏骤停，但是意识迟迟不能恢复。不排除有脑卒中的可能。胸骨左缘第2肋间能听到收缩器杂音，可能是主动脉病变。做个床旁心脏彩烧吧。好。哎，我这儿也做个脑 CT。好。我们急诊这边已经没有床位了，连留观都满了，是转到心外还是神外啊？送神外吧，我们那儿满满当当的，夹不动床了。我借你一张。我这儿也满了呀，而且得先看是不是神经的问题。要是没问题的话，就走跨科收治。你先当一次收着。我怎么当啊？你还嫌尹主任叨叨我叨叨的不够啊？没事，我让我们主任打招呼。通知家属吗？班主任。没联系上家属。那这人谁送来的？咱们医院那个保安林小虎，但他也是路上碰上的，而且他身上也没个身份证什么的。无主病人。报告，几点了？对不起，队长。啊，是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啊？我不是那个救了个人吗？看把你能的！哦，你以为你救人对了吧？没有。当英雄不是。感觉挺好啊。没有。你知道不？这给医院造成多大的麻烦？你这医院呐，这各项检查，那可都不便宜啊。你打算医院找谁交钱啊？没人交，这医生就得把钱垫上。你呀，就是闲得慌。啊，这么多人看着你，哪儿都有你，显眼包。咱可说清楚了，这人是你领来的，到时候医院啊还得找你。虽然我和你是老乡，但是这事啊，你可千万别找我借钱，下次注意点。你知道王大夫和郑大夫的事儿吗？本来啊，那个是王高升的病人，家属嫌他是个主治，这么大岁数的主治了，家属不放心，就换成了郑伟华副主任。本来他俩平时就爱掐，现在好了，搞得我们整个科室都尴尬。那病人不是回来找王高升了吗？那是因为郑伟华的手术已经排到下个月去了，就算是加塞也得3个星期过后。这病人啊就是事儿，不愿意等，就又回来找王高升。关键是这王高升他不知道郑伟华是排不开，就直接在这炫耀了。哎，这手术不是今天吗？他怎么不等手术成功了再嘚瑟？你说这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，不丢死人？看运气看能力吧，他这么大岁数了，几次都升不上去，总归是有原因的。老师，这是从急诊转到神外患者何英子的片段。人醒了吗？醒了。
按照规定，我们必须要登记患者个人信息，麻烦配合一下吧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有听到我在讲话吗？你好。孩子不愿意说呀，你就让他歇会儿吧，别难为他了。是不是累了？来，孩子，吃个苹果吧。哦，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